嗨，大家好！今天这期视频让大家和我一起来测一下新款 MacBook Neo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它到底能做哪些事情。比如说你想用它来修图啊、剪 4K 视频、玩游戏或者追剧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极限在哪里，它到底能做多少的工作量。那我们先说一下这款电脑它的配置是8GB 的内存，然后256GB 的硬盘。那当然了，如果说你需求比较高的话呢，你可能可以选择512GB。但是我因为所有的在剪辑过程中，我都是把所有的文件都是放在固态硬盘里。那么无论你是在修图啊或者剪辑的时候呢，你的文件我建议不要存到电脑里，因为它很快就会满掉的。那大家可以看到，在我桌面上这边呢，我已经打开了整个 CPU 的历史记录，还有呢 CPU 进程。因为这个电脑现在是6核的 CPU， 所以看到的这里呢是6个条条的。然后这里是 GPU 的历史记录，所以说我们现在开始打开剪映，然后进行一个4K 的剪辑。那在我剪辑的过程中，大家可以看见整个这个历史记录的进程啊，它会有一些变动。然后如果说用到的核心数非常多，它就一下子会变得非常的满。那还有这个地方也是会变得非常的高。我现在已经导入进来的是一个4K 30帧的视频，然后它的时间现在是大约10分钟37秒。当我把这个视频导入之后，大家可以看见这里的 CPU 的历史进程的核心数呢已经开始有一些变动了。我还没有开始剪，然后这里看见它的 CPU 的核心数已经用满了4个多一点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如果把这个视频加一些效果之后，看是怎样。我刚刚在剪辑的过程中，我真的是非常的惊讶。整个过程就是我一开始导入的一个文件是将近11分钟的4K 的视频，然后呢，一直给它复制粘贴粘贴了很多层，还有就是加了很多字幕效果，然后以及呢加了很多的音乐，然后之后我又导入了一个大概5分半的4K 30帧的一个视频，加在一起之后呢，我发现依然还是没有任何的卡顿。然后呢，在这个 CPU 核心数上面呢，其实也还好，就是有的是偶尔会达到6核，就使用到完全的6核，有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是使用到4核左右。然后现在我们进行一个导出，可能导出的时候我感觉就是还是有点慢，但是呢，如果说其他方面目前都没有什么问题，然后在导出的过程中，我看到这个 GPU 它的历史进程啊，就是说会相对来说使用的比较高。在我导出 4K 视频的时候呢，如果打开网页去听音乐是没有问题的，那同时打开 Keynote 来操作的话是不可以的，它是一直卡到不行，根本就没办法去做。然后我们先删掉，但是它还是没有彻底死机，只能是比较慢，没有完全卡死。它现在导出真的是非常的慢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剪辑非常长的视频，那导出的时间真的是要等很久很久。如果只是短视频的话，应该是非常的快。我导出短一点的视频，看看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。就我刚刚导出的5分半的视频的话，一共花了整整是10分钟的时间。那也就是大家如果说你日常剪辑 vlog 呀，或者是一些短视频的话，我觉得大概也就是5到10分钟左右的导出时间。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话呢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刚刚在我导出的过程中啊，它的这个边上这里的温度呢，我摸起来还是有点热的，但现在马上温度就下来了。然后底下的温度还好，就是有一点热，但是不是很烫的那种。然后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就是剪辑一个4K 60帧的视频，看它的效果会是怎样。然后这个视频长度呢是24分钟，这个电脑真的还是挺让我惊喜的，因为我开始以为就随便可能剪辑一些轻量的工作是可以的，但没想到我加了这么多层。然后大家可以看见它依然还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卡顿，然后目前还是可以带得起来的。而且现在我的整个视频大概已经达到了就是30分钟这样的一个长度，因为我复制粘贴了好多层，很棒很棒。就是导出的时候时间还是有点慢的。现在打开了好多个网页，目前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然后我们在打开的过程中，然后我们现在来再操控一个表格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如果做表格的话会怎么样。那我现在呢，做一个就是在 Excel 表格上面，就是 Numbers 上做一个上限为10万行的一个测试，然后呢，就是大家看一下它到底能不能承受住。我们加一些，这里有很多就是公式啊什么的都已经在里面了。打开之后，现在是网页开启的同时，也就多任务处理的一个过程。然后我们把这个表格复制一下，看看
可不可以就是说增加2倍的情况，看看是怎么样。我现在复制了一遍，大家看见这里呢是有2倍的表格，这里是增加了2倍，然后我们再复制一遍。我们在这个表格里面加了好多表格，然后我们在表格里面加一些图片，然后我们再看一下，如果这个时候把我们的剪辑软件也打开会怎样？然后我们刚刚剪辑的软件还在，现在看到反应其实是有点慢的，因为我们现在同时开的是剪映，然后还有刚刚的这个 Excel 的 Numbers， 还有这些网页都在打开的过程中。色、星光色和红色，但是它的还是可以，还是可以，但是还是有点慢，就是会中间有点卡。我刚用哈苏 S2D 呢拍了一些肉格式的照片，因为它是1个亿像素的，而且每一个照片的文件大小大约是在211兆左右。然后我们在 Photoshop 上来看一下是反应情况。那我现在把这里多新建图层，建个100个图层，看看是什么情况。然后我们再同时打开一个 Numbers， 现在已经用掉了4盒，然后这个 CPU 这里呢是用掉了4盒，然后还有这里就是 GPU 这里基本都快满格了。那如果在 Photoshop 里面去工作的话，如果轻量工作，我觉得还是可以承受的。但是就是 GPU 进程这里呢，它相对来说，基本快到满格了。只有剪辑的时候，我觉得就是如果多任务处理的时候会相对困难一点，但如果在 Photoshop 还有 Numbers 同时打开的时候，还是可以接受的。那我们再看一下，就是如果你在追剧的时候看一下它的效果会是怎样的。最大的声音。风声在沙沙作响，敲打着谁的惆怅，思念在一瞬间生长，才忘了夜多漫长，掌心的泪我到滚烫，只愿为你三生痴狂，落花满天，又闻清香，与你天地间徜徉。真的是，我觉得就是在我追剧的时候，就是感觉听音乐呀，还有画面的这个效果，我觉得都是非常不错的，我是可以接受的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玩游戏的时候的是怎样的效果。